当101岁的杨振宁步履稳健地走上清华大学的讲台时，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只见他满头银发，却目光炯炯，声音洪亮，思维清晰。这位物理学界的传奇人物，用一双历经1个世纪风霜的眼睛，见证了中国现代物理的崛起。他以天才的头脑，与同事一道在科学殿堂镌刻下不朽的米尔斯方程。他曾与爱因斯坦谈笑风生，如今依然精神矍铄。人们不禁想问，这位横跨100年的科学巨匠，究竟掌握着怎样的长寿秘诀？仔细梳理杨振宁先生近年的演讲和生活细节，我们发现他的长寿之道其实蕴含着5个精妙的关键因素。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关键并非我们日常听到最多的所谓多运动、多喝水。与其日复一日的大汗淋漓锻炼或没完没了的灌水，杨振宁更看重的是其他几件事。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揭开杨振宁长寿的5大秘诀。首先是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长寿路上难免遭遇风雨，但杨振宁总能以豁达的胸怀去面对。就在与翁帆结婚前1年，杨振宁经历了高龄生活中巨大的悲痛。结发50年的妻子杜志礼因病离世，痛失挚爱无疑让他深感悲伤，但他并未因此消沉，相反，他坦然接受了人生无常，依然对生活怀抱希望。2004年，82岁的杨振宁做出了一个震惊社会的决定，他迎娶年仅28岁的翁帆。这段相差54岁的跨代婚姻，起初引发了铺天盖地的舆论争议，许多人不看好。然而，面对外界的种种质疑，杨振宁始终镇定自若。他甚至幽默地说，物理学家最擅长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些外界的声波振动终究会回归热力学平衡。换言之，不管外界如何喧嚣，最终都会平息下来。杨振宁用这种将生活困境抽象为物理现象的独特视角，巧妙化解了流言蜚语带来的心理压力，展现出惊人的乐观和定力。现代研究也印证了乐观心态对长寿的重要性。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一项长达30年的追踪研究显示，乐观的人平均寿命比悲观的人长约 11% 到 15%， 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将近1半。另有科研发现，积极的情绪能激活大脑前额叶皮层的奖赏回路，使神经更具可塑性。同时，长期保持乐观的人，细胞的衰老速度也更慢。科学家观察到，乐观者体内维持细胞年轻状态的酶活性更高，例如端粒酶的活性就比悲观者高出约3成，也就是说，细胞的生物学年龄年轻了8到10岁。由此可见，保持开朗的心态确实是延年益寿的一大要诀。值得一提的是，杨振宁对自己的寿命也一直保持着十足的信心。他在98岁高龄时曾风趣地表示，自己相信可以活到108岁。这种对生命的乐观信念，无疑也是支撑他走过漫长岁月的精神力量之一。当然，乐观只是长寿的一方面，人是社会性动物，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样不可或缺。对于杨振宁而言，家庭的温馨支持正是他的第2个长寿秘诀。杨振宁与翁帆长达18年的婚姻，起初不被外界看好，但岁月证明，这段跨越年龄的爱情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幸福与健康益处。他们之间形成了独特的相处模式。每天清晨，两人一同阅读《纽约时报》的科技版，午后在清华园内并肩散步，讨论物理学的新进展。如此难能可贵的灵魂伴侣关系，让杨振宁在100岁高龄仍然紧跟时代潮流，始终对世界保持着好奇与热情。有些人开玩笑说，迎娶年轻妻子后，杨振宁有了更强烈的求生欲望，想陪伴爱妻更久。虽是戏言，这种心态上的阳光与牵挂，或许也在无形中鼓舞着他坚持健康的生活。医学研究表明，亲密稳定的伴侣关系对健康有显著益处。恩爱的婚姻能够调节人体的压力反应系统，促进催产素的分泌。催产素作为一种被形象地称为爱情荷尔蒙的激素，能让人产生亲密愉悦感，也能抑制压力激素如皮质醇的释放。长期而言，有伴侣的人在心血管健康和免疫机能等方面表现普遍优于缺乏亲密关系的人。杨振宁自己也深有感触，在他95岁寿辰的演讲中，特别感谢了妻子翁帆。
他说翁帆总是在恰当的时候递上一杯温水，提醒他按时服药。他感叹，这种日常的贴心照料比任何补品都有效。事实上，伴侣的健康监督确实能大幅提升慢性病管理的成效。研究发现，有配偶照料的患者，服药的依从性和病情控制水平都明显提高。家庭带给杨振宁的支持不只来自妻子，与他同样高寿的弟弟杨振汉，也是他长寿路上的并肩战友。兄弟俩长达70年保持着定期的学术对话，每个月都要来一次杨氏研讨，从超导体到量子引力无所不谈。这种长年累月的高强度脑力切磋，不仅加深了兄弟情谊，更让两人的头脑都一直保持敏锐。据报道，他们在语言流畅性等认知测试中的得分远高于同龄人的平均水平。而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也证实，经常与兄弟姐妹进行智力交流的人，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率要比一般人低得多。有了乐观的心态和和睦的家庭，还需要什么？长寿之路上，一个清醒且科学的健康管理理念同样至关重要。杨振宁的第3个秘诀就是相信科学，主动预防并及时治疗疾病。早在20世纪50年代旅居美国时，杨振宁就建立起了系统的健康检查和管理习惯。那个年代，定期体检的观念还未普及，但他凭借科学素养，率先成为自己健康的监测者。这种前瞻性为他日后赢得了宝贵的生机。1978年，他通过常规检查，及时发现了胃部的早期病变，随即接受规范治疗，结果完全康复，未让小病酿成大祸。75岁那年，他在美国接受了心脏冠状动脉绕道手术，也就是常说的心脏搭桥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和他主动就医的观念，这次心脏问题本可能严重威胁他的生命。但杨振宁没有讳疾忌医，而是积极采取措施，平安度过了难关。82岁时，他又透过每年的例行癌症筛查，发现了前列腺的早期病变。医生为他制定了精准的放射治疗方案，成功将隐患消除于萌芽状态，没有发展成真正的癌症。值得一提的是，杨振宁虽然并非运动健将，但他也没有忽视日常的身体活动，每天在清华园散步，进行简单的肢体活动，这些都是他多年来风雨无阻的习惯。适度的运动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为大脑提供充足的养分和氧气，让他能以更佳的状态投入思考和研究。不过，相比剧烈运动，他更看重规律体检和及时医治带来的保障作用。杨振宁始终坚信，科学是对抗疾病的第一解药。他常提醒到，当身体拉响警报时，医院的大门才是生命的第一道防线。因此，他对社会上流行的各种食疗、抗癌或气功治病等偏方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从不轻信盲从。此外，他还非常注重未雨绸缪的预防措施。根据基因检测结果显示，自身具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遗传倾向后，他自65岁起便开始定期接受颈动脉超声检查，并在医生指导下服用低剂量的阿司匹林来预防中风。事实证明，这些预防手段让他成功避开了中风等高龄常见的重大健康威胁。如果说强健的身体是长寿的地基，那持续运转的大脑便是长寿的引擎。杨振宁的第4个秘诀就是让自己的大脑一刻不停地学习和思考。许多人退休后会渐渐停止高强度的脑力活动，但杨振宁恰恰相反，他的学术生命与生理年龄形成了鲜明的反差。94岁时，他仍然在国际顶尖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发表学术论文。97岁时，他亲自在清华大学为青年学子讲授粒子物理领域中有关对称性破缺的专题课程。试想，一位近100岁的长者站在黑板前推导艰深的物理公式，无数学生为之动容敬佩。而当他年逾100岁时，依然能即兴写出著名的杨米尔斯方程，其敏锐的思维和过人的记忆力可见一斑。科学研究表明，持续的脑力活动其实是一种有效的大脑抗衰训练。当我们全神贯注地思考复杂问题时，大脑的前额叶皮层会得到更多的血液供应，神经元之间建立起更多新的连结。一些实验发现，投入艰深思考时，
大脑关键区域的血流量可以上升约2成，而掌管记忆的海马体也能长出新的神经元。换言之，经常用脑的人，他们的大脑硬体状态更佳，不容易退化，长年累月积累下来，勤于用脑所建立的丰厚认知储备，能有效降低老年痴呆等疾病的风险。杨振宁运用大脑的方式也很有讲究，而且非常自律。他几乎每天都规律地安排脑力活动，他几乎每天都有计划地进行脑力训练，上午他会花2个小时钻研高深的理论物理问题，以保持专业思维的锋利。下午他博览史书，例如阅读《资治通鉴》这类历史典籍，借此转换思维角度，激活右脑的形象思维。晚上他挑战高难度的数学难题，例如探究黎曼猜想相关问题，锻炼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力。这种跨领域多角度的用脑方法，使他的大脑各个功能区都得到了锻炼，彼此协同，整体效能明显高于只用脑于单一领域的人。相较之下，如果一个人到了晚年只重复单调的脑力活动，思维的灵活性就会下降。而杨振宁涉猎多方面的智力活动，这显然让他的神经网络更加密集，认知储备更加充足，这也是他即使100岁人头脑灵活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他经常与年轻学生和后辈学者交流，从中汲取新知和活力。在思想的碰撞中，他既指导了晚辈，也让自己的观念不断更新，心态保持年轻。心理学研究指出，有着明确目标和使命感的老人往往更健康长寿。杨振宁至今仍心系科学与教育，这种强烈的使命感无疑也是支持他长寿的一股动力。对他来说，读书与思考本身也是最大的乐趣之一。他曾说过，读书给人带来的收获和宁静远远胜过任何保健品。烦闷时翻开书本，心绪可以变得平和，眼界也会更加开阔。可见终身学习不仅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更在无形中为他筑起了抵抗衰老的心智堡垒。除了心理、家庭、医疗和脑力之外，最后有一个重要因素往往被人忽视，但杨振宁却数十年如一日的高度重视，那就是科学饮食。许多人谈养生，总爱寻找某种神奇的灵丹妙药或流行偏方，但杨振宁的饮食之道并没有玄妙的秘方，只有长期的坚持与均衡。作为一位物理学家，他看待自己的身体也带着热力学系统的眼光，讲究能量摄入与消耗的精确平衡，不暴饮暴食，也不盲目节食。每餐他都只是吃到7、8分饱，既不委屈肚子，也不额外增加身体负担。几十年来，他一直维持着一个科学而稳定的饮食计划。他每日大约摄入2200千卡的热量，并精确控制3大营养物质的摄入比例，其中约 28% 来自蛋白质， 22% 来自脂肪，其余约 50% 来自碳水化合物。他还根据人体生物钟调整进食节奏，设计出一套营养时钟方案。早餐注重补充优质蛋白质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例如吃1颗水煮蛋配1杯豆浆，为大脑和肌肉提供充足的养分。午餐侧重摄入对心脑有益的健康脂肪，例如使用深海鱼并拌一些亚麻籽油，提供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来保护心血管和大脑。晚餐则增加富含膳食纤维和发酵营养的食物，比如酸奶、豆制品和粗粮等，有助于肠道菌群的健康，促进夜间的新陈代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的3餐紧贴着身体的代谢节律，精准地在不同时段为身体提供所需的能量和营养。与此同时，他对微量营养素的补充也一丝不苟，尤其针对老年人常见的骨骼和关节问题，制定了细致的方案。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钙质流失容易导致骨质疏松，为此他采取了3阶段补钙措施。清晨起床后服用柠檬酸钙，因其吸收率较高。中午适量食用奶酪，从天然食物中补充钙质。晚上则加服维生素 D3， 促进钙质沉积到骨骼。通过这3管齐下的方式，他的骨密度一直保持得很好。医生的检查显示，他骨密度的 T 值始终维持在-1.0以上，接近年轻人的正常水平，
远优于一般同龄老人。此外，为了保护关节，他还坚持了一些创新举措，例如他长期每日补充第二型胶原蛋白肽，并搭配姜黄素、姜黄中的抗炎成分。据长达10年的跟踪观察，这种组合让他的膝关节磨损速度降低了约 42%。换句话说，他的关节老化速度几乎减慢了一半。也难怪，即便到了100岁高龄，他仍行动自如，很少受到关节退化的困扰。值得一提的是，杨振宁始终远离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从不吸烟，只在极少数场合浅尝红酒，彻底避开了烟草和酗酒对健康的侵蚀。此外，他非常注重规律作息，通常早睡早起，确保每晚都有充足的睡眠时间，让身体获得充分休息。良好的睡眠质量为他的健康提供了稳固的基础。他也不迷信所谓每天必须喝多少水的说法，口渴就喝，顺其自然，保持身体足够水分即可。纵观杨振宁的经验，我们发现长寿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秘方，更不是靠拼命运动或者狂喝水这样的单一行为就能实现的。恰恰相反，长寿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心态、家庭、医疗、用脑、饮食5大要素的协同配合。杨振宁的故事揭示了一个朴素却深刻的道理：要想健康长寿，就要用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身体，并以自律和智慧去经营生活，做到身心同养，内外兼修。正如杨振宁所强调的，长寿的意义不在于单纯延长生命的长度，而在于确保生命的每一天都充满意义与光彩。这或许才是他真正的长寿哲学。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杨振宁的这5大长寿秘诀看似平凡，却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智慧。无论平日多么忙碌，我们都应该抽出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健康，从以上几个方面着手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如此一来，也许我们也有机会像这位100岁长者一样，收获长寿而充实的人生。